周二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这是中美经贸沟通今年开启的第二轮通话。分析认为，考虑到美方一些人近期仍在中美关系多个领域频繁制造矛盾话题，此次通话细节表明，中美经贸团队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近期未受干扰，保持了稳定的沟通接触。而今年以来，在经贸领域的两轮通话表明，以务实的姿态推进沟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刘鹤与耶伦在视频通话中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重要。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今年5、6月间，中美经贸领域交流中，中方牵头人刘鹤曾分别与美贸易代表戴琪和美财政部长耶伦通话。今年10月，中美开启第二轮通话。由于美方两部门各自分工不同，两次通话各有侧重。本月9日，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的视频通话中，双方偏重于经贸领域的交流；而刘鹤此次与耶伦的通话中，双方继6月之后再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交流。近期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十分复杂，一方面，中美两国元首在9月10号的通话中达成共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美方一些人近期仍在中美关系多个领域频繁制造矛盾话题。微信公众号陶然笔记认为，从这个背景考虑，表明中美经贸团队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近期未受干扰，保持了稳定的沟通接触。而10月的第二轮通话中，还出现了一个基调措辞排序的微妙变化。与5、6月间通话的消息稿相比，这一轮两次通话中，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变成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对此，陶然笔记分析认为，不要小看这个顺序变动，务实是理解中美经贸沟通基调的关键词。这个变化能反映出中美经贸团队在重启交流之后，双方的沟通向更深层次、更具体领域推进，更加广泛深入。最近两次通话消息稿详细提到中美经贸协议、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内容，正说明了这一点。自从中美建交以来40多年，可以说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压舱石。要维护美国这个经济增长，当然需要来自这个中国的投资、中国的商品。所以，实际上中美关系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支柱就是中美之间这种经贸合作要继续下去，让美国老百姓得益，这样才能美国的这个政客他也不会在这个中美关系上也会投鼠忌器，不敢使这两国的关系恶化，导致这个美国老百姓利益受损。此外，建设性也很重要。分析指，经济是影响当下美国内政外交的核心议程。耶伦也说过，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经济复苏。就在通话前，耶伦还在劝美国民众莫慌，港口超100艘货轮排队，数十万集装箱积压的供应链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破13年纪录的通胀水平，都只是暂时的。而美国供应链危机和通胀解决是否暂时，中美合作很重要。今年1至9月，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35.4%，现在美国制造业只占美国 GDP 总量的10.83%，再加上供应链遭遇瓶颈，劳动力严重不足，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中美合作。中美通话另一个变化是宏观政策沟通协调被再次提及。中美双方上一次提及中美宏观政策协调，还是在去年8月25日的经贸交流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12号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5.9%，相较7月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分析认为，时隔1年多时间再度提起，不仅说明务实经贸沟通切实推动中美关系向正轨回摆，而且反映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中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沟通，正是搞好中美关系必答题的重要内容。目前，世界正处于这个疫情当中，经济复苏缓慢的这么一个状态。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呢，两国现在这个经济增速都比较快，可以说
这两个国家的所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对对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双方的这种宏观政策的协调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在这次通话中，中方还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美方此前曾表示，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并且不排除后续扩大关税排除的清单范围。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廷上周四曾表示，中方欢迎美方的有关举措。中方始终认为，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恢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正常沟通。中美在2020年初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以说到明年的1月份就要到期。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必须得有一个做出这个新的决策，就是是继续履行这个协议，还是通过谈判签署一份新的协议，双方也要在这个领域达成一定的共识，采取一定的行动。事实表明，美国对华贸易战除了带给中国损失、恶化中美关系外，也割了美国企业的韭菜，并薅了美国消费者的羊毛。穆迪公司调查显示，对华贸易战让美国失去了约3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个家庭损失约600美元。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中，超过90%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今年8月份，30家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也公开要求拜登政府削减对华商品加征关税，因为关税让美国企业和民众不堪重负。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是理性选择。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美经贸关系报告中预测了取消关税壁垒对两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如果中美将平均关税税率下调7%左右，美国的 GDP 将在未来5年增长1600亿美元。到2025年，美国将增加14.5万人的就业，每户美国家庭收入也将增加460美元。